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K。前几天朋友告诉我，他家亲戚刚从国外毕业，回到马来西亚，在美国呢留学4年，却没有信心用英语来交谈。那其实这并不奇怪，如果英文只用在课业上，而朋友之间呢只用中文来交谈，这真的并不奇怪。我是活校生，明白的。不过呀，生在这个时代还是幸运的。线上课程、各种 apps 和线上字典都可以让我们学习。那我的那个时代呢，就只有它。如今有了 AI， 我们又多了一种选择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，可不可以用 ChatGPT 来学习英语，或者说英文口语。既然是口语，那当然要用到语音功能。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讲讲Google Chrome 和 Microsoft Edge 里的语音功能。来到这个 ChatGPT 的页面呢，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，那你就点这个 Try ChatGPT， 然后你跟着它的步骤来 register 就行了。那如果已经用过了，那你来到这个页面，你看到这个，那这个呢我已经是增添了那个 extension。如果你还没有增添，那你不会看到这个。这个呢就是语音功能，那就是说你不用输入文字，你直接的用讲就可以跟 ChatGPT 对话了。如果你用的是 Google Chrome 呢，那你就点这个3点的这个 button， 然后点这个 More Tools， 然后选这个 Extensions， 接下来点这个3条线的这个 button， 然后这里有一个 Open Chrome Web Store， 点一下。这里呢，你选 Extensions， 然后这里你打上这个 ChatGPT Voice Control， 这里呢就有很多选择，我选这个。安装好了之后呢，那你就会看到这个了。那如果这个没有出现的话呢，那你可以把这个页面关了之后再重新开过就可以了。那现在我们就来试一试如何用语音跟 ChatGPT 对话。首先，你点一下这个 How to reply if someone says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， 然后点一下这个 Re-welcome. I'm glad I could be of help. If there's anything else I can do for you, feel free to let me know. 虽然这里有一个错误，不过它的答案还是对的。那用语音呢的缺点呢，就是在于有时候我们如果发音不准的话，那就会出现很多错误。那这里呢，可能是刚才我讲到 support 的时候，我讲了一句点一下这里，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错误。现在来到 Microsoft Edge， 也是刚刚的那个 ChatGPT 的那个问题。那我把它 highlight 起来，我右点一下我的 mouse， 然后我来到这个 Read Aloud Selection。 You're welcome. I'm glad I could be of help. If there's anything else I can do for you, feel free to let me know. 那 Microsoft Edge 呢，它有一个很好的那个功能，就是比如说我只想听这一部分，那你只需要 highlight 这一部分，那是同样的优点。 If there's anything else I can do for you, feel free to let me know. 这个 Voice Options 你还可以调整这个 Speed， 就是你可以快和慢。那这里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口音，那英文的单单英文的就有很多 New Zealand、Australia、Philippines， 不过马来西亚的却没有，那我们只能选最靠近我们的新加坡。如果你要输入语音，那你就按着你键盘上的这个 Window Key 和 H， 那这个就会跑出来了。看到吗？它把我的话都打进去了。讲过了 Google Chrome 和 Microsoft Edge 里的语音功能，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学习英语的部分了。我们来看 Grammar 文法。那现在我故意把错的语法的句子输进去，那我们再问他这个语法，这个句子的语法对不对？
Did you saw my book? Is grammatically incorrect. Here is the corrected sentence. Did you see my book? 从这边呢，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错误在哪里，也同时可以学到正确的英文语法了。接下来我们来讲翻译，因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直接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。那比方说70后、80后，我们跟朋友打招呼或者给朋友打电话开场白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吃饭了吗？你食飽未啊？食咗飯未啊？Dah makan？可你要是让 ChatGPT 帮你把这些问候语翻译成英文的话，那我们来看看答案会是怎样的。现在我就把这句你吃饭了吗？英文怎么讲？然后我们打进来，看它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子的答案。如果稍微改变一下，就像你用过晚餐的吗？那我们看看那个答案会是怎样的。那就 OK 嘛，对吗？我们再来试一试马来西亚独有的华语，看看 ChatGPT 能不能明白。Please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to English. 你做梦走到这样慢？ChatGPT 的配合度还蛮高的嘛。What's making you walk so slowly like this? 现在来试一试这个正确的写法，你为什么走这么慢？你做默还没有 subscribe， 快点 subscribe 啦！给我一个喂，一个喂。我们来试一试这个我们马来西亚人都会常用到的这个句子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，因为我转了很多圈都找不到车位。如果你平时很少用英语，到了 interview 的时候就是一个挑战了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ChatGPT 在这方面可以帮上忙吗？我就把我的提示呢写在这边。那假设说我是一个 fresh grad， 那我要去面试，那我要去面试的那个职位呢是 social media executive。那如果人家问我 Why should we hire you？ 那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回答？那一下子就给了我们3个例子供我们参考嘛。那有一些部分，那如果你觉得你用得着的话，那你还可以 highlight 起来，那你可以反复的去听，或者把它背起来都可以。 I'm very passionate about fashion and social. 你还可以让 ChatGPT 呢帮你更深入的讲述某一些点。那比方说我想让他帮我把这个我拿过一个奖 The Best Intern， 我想让他把这个呢放进这个第2的 example 里面，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写，然后我再点这个。那它就会帮你把这个点呢也加进去，然后再深入的讲一些重要的 point 出来。除了以上这些我们日常生活里常会用到的英语，你也可以问 ChatGPT 的。当然 ChatGPT 也不是万能的，也可能会给你错误的答案。
所以我们就要多方面的学习，还要 practice 和 subscribe 我的频道，还要 like 这个影片，